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呢，有一些大陆游客就喜欢把这个新加坡称呼为坡县。这个称呼好像很早之前应该是没有的，因为早年我去过新加坡的时候，没有听说有人这样子在称呼这个名字。然后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反正就是最近这几年吧，可能在这个简中的这个环境语境底下，有时候会看到有人讲这个坡县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一开始我也不太清楚他们讲的到底是什么地方哈。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的在有时候看一些视频啊什么的，才发现说他们称呼的是新加坡。一开始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就是第一反应就是有点奇怪，为什么要这么叫？因为新加坡它本来就有名字嘛，对不对？所以但是因为毕竟我们是外界的人，所以一开始可能反应没有那么敏感。然后后来慢慢的发现说，这个称呼好像越来越多的人在用这个方式在讲新加坡。然后其实你就慢慢的发现说他们使用的这个语境其实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说带有一定的这种，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歧视，但是就是反正我就觉得有让人很不舒服的这个地方吧。后来其实有看到一些这个采访看到采访新加坡人他们对于这个名称的一种感受。然后今天我想通过自己的这个感觉吧，作为这个外界的人来感受这件事情，说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我来讲一讲为什么我们不应该用坡县这个名称来指代这个新加坡。第一呢，就说坡县的县字，就是这个名字就是怎么讲啊，就是它明显的有一个感受，就是好像有点瞧不起别人，国土比较小就是有一种国土大的地方的人对一个国土小地方人的一种高傲的那种感受。就像我觉得你用这种方式去讲很多地方，我觉得都不太合适。因为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国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很大的新加坡是很小，但是像它就是跟它差不多小的，或者是说也比较小的国家，其实也很多很多。难道他们也都应该叫县吗？或者叫什么省市？我觉得这有一种过时的那种傲慢，就是这种傲慢其实蛮过时的。为什么一个地方或者一个国家它好不好，然后值不值得别人去向往或者是尊重，这跟国土大小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就是说现代社会其实更在乎的其实不是国土的大小它更多的来源于文明，来源于科技，来源于文化，来源于很多其他的东西。但唯独不来源于这个国土的大小。所以我觉得也其实我不知道这种傲慢从哪里来。我觉得没有任何的这种就是资格去傲慢的使用这个词汇虽然我不是新加坡人，但是我觉得这个词其实挺不好的。然后还有第二个感受就是，我觉得新加坡它是一个国家，对吧？县这个词呢，就是感觉有一种从上而下的这种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国土大跟小其实它都是独立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而且新加坡其实是一个非常发达非常现代也是我觉得非常棒的一个国家。所以我觉得应该去尊重他们所以
我不觉得这个词会带来什么好的东西，因为其实你要知道，一个地方的人他是如何获得尊重的，他不是靠歧视别人，给别人起外号，然后傲慢对待别人来获得尊重，反倒是你能体现出你的素质、你的文化、你的文明，你能去尊重别人，去理解别人，去支持别人，这样子你获得的东西其实是越多的，那别人就会越来越喜欢你。你看新加坡的这个护照吧，它在全世界的这个排名是非常靠前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国土很小吗？不是。因为它国土很大吗？当然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国民出国的时候，他带过去的那种素质、那种文明，是别人感觉很放心的，所以他的护照可以很轻松的去到全世界的很多很多地方，就是全世界这些地方对于新加坡人素质的一种认可。所以我觉得新加坡其实就应该获得更多的尊重。新加坡这个国家呢，就是我觉得它在整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它的国土小，但是呢，它又发展得那么好，这是非常厉害的点。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理由去做这种给人家取外号啊怎么样的。我觉得反倒是要跟他学习，跟着他的节奏，我们来学一些我们能学到的东西。所以总体来说，我是觉得，顺便说一下，其实新加坡给我的感触其实蛮多的，因为它是一个华人的这样的占多数的国家，它不是华人国家，我必须说哈，但它是一个华人占多数的国家，但它治理的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有机会一定想来专门做一期这个讲讲这个事情，还有讲讲我的一些感悟。然后在这里呢，我就想说，如果你是新加坡人，然后你可以在留言区讲一下你对这件事情的这种感受，就是说你听到这个词汇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觉得有必要把这个东西讲一下，让其他人能更加清晰的感觉到你们的态度。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希望现在还在用这个词的人你们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看你们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知道有一些人是故意的，但是有些人其实他是跟风，他也不知道，他以为这是一个昵称一样的东西，是有这样的人，不能说所有人都是就是怀有恶意，并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们也可以在底下留言看看有多少人是基于这样那样的想法。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